拜登政府计划再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新疆5家太阳能电池板原材料公司实施制裁，同时还将允许美海关暂扣来自新疆的光伏硅。中国外交部、商务部连续回应，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反思自身的人权问题。美方突然对新疆光伏硅下手，背后有着怎样的盘算？为何说这样做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进而影响拜登提出的清洁能源计划？管瑶、柯静在线解读。周三，俄罗斯战机在黑海以入侵领海为由，对英国海军驱逐舰投弹警告。这是冷战后俄罗斯首次承认对北约军舰发射实弹。但事发后，俄英两国却各执一词，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北约在俄罗斯周边军事活动愈发频繁之际，此次俄英黑海斗法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何种影响？刘和平、张健深入解读。详细的焦点分析稍后一一呈现，不要走开。欢迎回来。航天科学家团队进校园暨当代杰出华人科学家公开讲座活动今天继续在香港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长征系列火箭总设计师龙乐豪及天问1号火星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与港大学子探讨航天梦想。龙乐豪表示，中国航天取得成就的法宝是航天精神，爱国是天经地义。孙泽洲鼓励香港青年参与国家星际探索事业。活动现场，青年学生多次报以热烈掌声。演讲结束后的会场更是变身大型追星现场。火箭是航天技术的核心基础，而且还有一句话，就是火箭的运载能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这个话呢，应该说是一点都不会夸张的。周四上午，中国工程院院士、长征系列火箭总设计师龙乐豪院士在香港大学分享长征火箭与中国航天。他在现场透露，我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迄今仍在轨运行。1970年4月24号，长征1号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1号卫星。一首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的序幕。我要讲的这里是强调一句，中国的航天始终是在美国人的风手当中长大的。所以有人说美国人现在要卡我们的脖子，我可以自豪地说，就运载火箭、就航天技术来讲，它那个卡不死我们。龙乐豪详细讲述了长征火箭的历程与成就。中国长征火箭自主创新，技术含量高，长征5号系列火箭国内第一，世界一流。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完成了375次从近地空间一直到太阳系深处的发射，成功率全世界第一。那么今后的发展呢，是重型运载火箭，这就是我们国家为了呢满足更大的载人、更遥远的，比如说到火星、到月球载人去需要，就要研制这个长征9号。今年又提出一个新的版本，就把这个助推器就不要了，因为这中间新一代载人火箭出来了，低运载能力、中运载能力那个由新一代载人火箭代替，我们就只搞这个大的，用一个光杆的，直径呢大约是接近11米，高度103米，3级直径呢大约是8米左右。这个东西呢也当前正在方案论证，值得我们期待。演讲中，龙乐豪也谈及爱国情怀。他说，中国航天取得成就的法宝是航天精神，最精髓的就是爱国。爱国对于他而言就是天经地义的。爱国不爱国呢，根本就不是问题，天经地义。这个自盘古天地以来都是这样，生来就那个骨子里就来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你像我本人也可以这么说，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改变命运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龙乐豪的今天。我曾经是一个从刘备上走下来的火箭总设计师。报告持续将近2个小时，讲到动情处，83岁的龙乐豪3次起身，昂首挺胸，笔挺站立。报告结尾，他对香港青少年提出希望：爱祖国，勤学习，爱科学，爱航天。龙乐豪的演讲受到了现场同学们的欢迎，多次报以热烈掌声。香港大学首席副校长王于宪说，今天在承载着香港大学100年历史的礼堂，迎来国家航天科学家团队，是历史长河与浩瀚宇宙的交融。今年也是港大成立110周年，意义非凡。演讲结束后，龙乐豪走下讲台，迅速被热情的年轻同学们所包围。许多同学表示希望与龙院士合影。
此外，也有同学抓住宝贵时机向龙乐豪院士请教，也获得了龙乐豪的回应。天问1号火星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随后又进行了天问1号的探火之路主题报告。开始前，他播放了天问1号任务宣传片，除了开伞，还首次公开了抛背照和落火监视相机拍的几秒珍贵画面，现场师生纷纷举起手机拍摄。今年5月15号，天问1号着陆器成功降落火星北半球的乌托邦平原。着陆器上搭载着我国首辆火星车祝融号，这是我国首次实施火星着陆任务，距离我国探火任务的正式批复还不到6年。目前，全世界已进行的21次火星着陆任务中，只有9次成功，难度系数极高。而天问1号火星探测器的设计团队是一帮十分年轻的科学家。总设计师孙泽洲出生于1970年。他介绍，团队35岁以下青年占比60%以上，主任设计师平均年龄不到37岁。应该说呢，我们天问1号或者我们这个航天事业的发展呢，为年轻人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平台啊，非常平台。同时呢，这个过程中呢，年轻人呢有这样一个舞台呢，可以更好的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在这个团队的建设中呢，应该说非常注重呢一个团队的一个梯度的一个培养和一个发展。孙泽洲说，抵达火星表面只是探火征途的第一步，未来还将通过小行星探测、火星取样返回等实现技术上新突破、科学上新发现。天问1号点燃了中国星际探测的火种，热切欢迎香港同胞参与到国家星际探索事业。这次来到香港，也有很多香港科技业的同事在问，就说我们能不能参加到我们的这个行星探测和我们国家的这种航天的这个任务当中去呢？其实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我也特别希望呢，尤其在我所从事的这个领域里头，就行星探测这个领域里头，应该能够跟我们香港大学，包括我们在香港的其他的高校啊，或者其他的这種科研或者這個企業啊，有更多的合作。一班人可以從歷史入面想像自己可以到月球，今日就真係有人做到，就覺得不可思議。係會覺得好偉大咯，因為中國有一個好窮嘅一個起始點去開始太空嘅旅程，咁到最後依家係國家咁富強，係可以即係成功咁樣進行到咁多次探測啊嗰啲，就會覺得哇，真係好偉大咯！啲人付出好多先換嚟今日嘅成果。此外，在香港理工大学也进行了2场科学家分享活动。北斗3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介绍北斗系统的重要意义和新时代的北斗精神。他说，经历了26年的反复试验和不断努力，北斗3号卫星系统已实现100%国产化，并建立完整的星间链路，为服务全球贡献出中国智慧与力量。谈及下一代北斗系统愿景，谢军表示将打造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时空基准网和导航信息服务网，真正实现天地一体化，并希望北斗精神为香港青年导航指路，以成就奉献国家。嫦娥4号探测器项目执行总监张鹤分享时说，嫦娥5号顺利完成月壤取样返回地球，标志着中国绕落回3步画上圆满句号。他指出，嫦娥5号是迄今最为复杂的探测器，上百家科研机构、几十万科研工作者投入其中，是中国科研工作集大成，也代表了中国探月最高水平。中国下一步将继续实施探月4期工程，建立月球科研站。此外，中国也正开展预先研究载人登月。周四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任国强大校就近期热点议题答记者问。针对美方企图以台制华，台当局挟美自重，任国强发出警告：台独是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就意味着战争。此前结束的7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和美欧峰会期间，有关国家和组织发表联合公报或声明称，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所谓系统性挑战，并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反对任何所谓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等。对此，任国强回应称，冷战结束已30多年，美西方一些国家逆时代潮流而动，固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观念，坚持搞小圈子和伪多边主义，渲染价值观对立，搞意识形态站队，这违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注定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袁国强表示，中方在涉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周三，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第9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期间发表视频讲话时也强调，中国坚定不移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径。近来美舰多次穿航台湾海峡炫耀武力，滋事挑衅，同时美台勾连小动作不断，军方也有交流活动。在美国的怂恿下，蔡当局一再做出挑衅动作。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接受美国 CNN 专访时扬言，台湾必须做好与大陆发生军事冲突的准备，一旦发动战争，必须让大陆付出一定的代价。对于被大陆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吴钊燮称感到荣幸。袁国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坚决反对美方借台湾问题搞以台制华，坚决反对台湾方面挟美自重搞以武拒统。台独是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就意味着战争。解放军近日出动20多架次军机进入台方所谓的西南空域，创台防务部门公布有关数据以来单日最多架次记录。对此，任国强强调，解放军出动多型飞机在台海地区组织演训活动，是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解放军将坚决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职责。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周三接受美国 CNN 电视台采访时大放厥词，扬言要做好与大陆发生军事冲突的准备。他也再度抛出所谓虚假信息战与混合战的不实指控。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吴钊燮是谁呢？我看他更加为人熟知的一个身份啊，是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国台办早已经明确宣布，对像吴钊燮这类台独顽固分子，大陆呢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严惩。依法终身追责。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已经严正警告，正义审判可能迟到，但是呢，绝不会缺席。那么从 CNN 电视台在他的网站放出的相关采访和极尽的这个叫嚣来看，吴他作为台独顽固分子的实锤证据啊，又在全世界的共同见证之下记录了一大笔。今天呢，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在就有关美台勾连小动作不断应询提问时呢，就表示坚决反对美方借台湾问题搞以台制华，坚决反对台湾方面挟美自重搞以武拒统。任国强再度重申，任何妄图以美谋独的分裂行径都将会注定失败，解放军将会坚决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职责。那么中国军人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血腥表达，既是对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国会听证时所谓中国大陆两连累或不打算武装夺台轻率言论的一个跨洋的回应，那么更是对吴钊燮他颠倒黑白、口出狂言的当头棒喝。吴钊燮他在访问中用英文回应来自陆方的这个终身追责说，声称 I'm not really concerned about that， 我并不害怕。但是啊，在中国权威部门相继严正表态之后，确实呢有必要再追问吴钊燮一句：你到底怕不怕？岛内知名经纪人夏春勇今天在脸书就慨叹，新冠危机之下，台湾从没有落魄到这种地步。那这句绝望吐槽呢，被中时电子报做进了大标题。岛内疫情现在10万火急，每天新冠确诊乃至死亡数字都在持续的更新，但是呢，吴钊燮这个顽固台独分子，他呢却在处心积虑选在此时来抢头条，面对 CNN 电视镜头呢，全程来飙英文，大谈特谈军事对抗台湾战备，还在幻想抱羊腿以武拒统，少谈乃至必谈台湾战役的困境，那么这是绝对意义的玩忽职守、草菅人命。那么吴钊燮为什么要在台湾疫情10万火急时处心积虑抢头条呢？从 CNN 今天在他的网站头条的释放来看，吴钊燮的新东西、新表态不多，很大程度上他是在重复此前在接受英媒采访、参加美方智库论坛时的一些个陈词滥调。比如呢，4月28号他在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专访时呢，吴也曾经抛出陆方所谓虚假信息战、混合战的不实指控，而吴钊燮扬言战至最后一刻的叫嚣呢，更是被认为是
触发了陆方对他台独顽固分子定性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索。吴钊燮他不顾台湾岛内民众的死活，刻意选在这个时候来抢头条，显然呢，他是判定当下是争取以美之路、以美西方之路的一个最有利的时机。当然了，大陆20多家次的这个军机以单日创纪录的规模进入到台湾所谓的西南空域，实实在在的军事压力呢，也确实逼出了这些个台独顽固分子的紧张感与紧迫感。那么从 CNN 已经披露的访谈内容来看，吴呢显然是把拜登在刚结束的欧洲访问中推动 G7 以及北约峰会就台海事态发生，把美方强行推进亚太战略，打所谓的台湾牌，看作是台当局的一个可乘之机。所以呢，吴钊燮他在接受 CNN 访问时的一个话术，就是把台海与东海、南海等等议题并置，甚至抛出所谓第一岛链之外更广阔太平洋的这个说法，无端指责大陆试图在西太平洋扩张影响力，以此来呼唤所谓的国际关注。那么这就是在以卑躬屈膝、投名状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跪求成为美方所谓印太大战略棋局中的一个棋子。当然了，吴钊燮抢头条成功，也和美方的纵容、美媒的配合是分不开的。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昨天在国会听证时再度就台海武统议题发声，称大陆可能不会在2年内武统台湾，这也是美军打台湾牌的最新动作吧。中国国委兼外长王毅昨天在北京主持“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时呢，就特别指出，亚太不是地缘政治的棋局，应该是发展合作的高地。亚太稳定繁荣的大好局面，值得地区国家共同珍惜。那么，对一直高呼美国回来了、高喊联盟路线的美国拜登政府来说呢，他显然是把亚太乃至整个的印太地区作为战略棋局来落子经营的。那么，无论在白宫见日韩首脑发表联合声明，或是呢首次外访推动一系列的峰会声明，美方呢每都是在强行推动加入所谓台海和平稳定这样的文字表述，表现出推动台湾问题亚太化乃至多边化的这样一个显著倾向。说白了，那么在亚太或者是印太这个战略棋局上，美国呢就是要行所谓的台湾棋。杨洁篪此前在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时呢，就明确告诫对方，台湾关乎中国核心利益，是碰不得的。美方玩火的这个风险和代价当然是极高的。那么，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呢，就直接将台海称作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最新一期的美国权威刊物《外交事务》甚至呢，在 The Taiwan Temptation 所谓的台湾诱惑一文中呢，推演大陆武统的4种场景。那么，其中被称作是终极场景的第4种模式，就是呢，解放军2栖登陆作战。那么，这是美国国会就此来听证的一个背景。实际上呢，米利他也不是首次就所谓武统话题来应询表态了。他昨天向美国议员们表示，中国大陆希望在6年之内有能力武统台湾，但是呢，可能不打算在2年内这么做。在我看来，无论是2连说或者是6连说，美军最高指挥官的表态完全不作数。那么，听证的美国议员们，他们如果了解到中美关系的前世今生，也一定明白米利的这些个说法就是在唬人。因为呢，判断会否触发武统，当然不是由美方乃至美军说了算，关乎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关乎中国的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14亿中国人的国家意志坚如磐石。反分裂国家法也早就已经以成文法的这个形式做出明确的界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吴钊燮们，战斗吧！你们极尽疯狂之时，就是被武统亮剑之时。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据美媒报道，拜登政府打算针对新疆的光伏硅产品实施暂扣令，借口又是所谓强迫劳动。而在美国怂恿下，加拿大也拉上一些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指责中国，但90多国表态支持中国，包括不少伊斯兰国家，再一次证明国际社会的眼睛是雪亮的。
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拜登政府计划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借口，对新疆的5家太阳能电池板原材料公司实施制裁。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关最快将从当地时间周4起禁止进口和盛硅业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开采的冶金极硅，除非该公司能够证明这些材料不是用强迫劳动制造的。我们虽然是看到近期这个中美的经贸的高级别的谈话似乎是有渐渐恢复的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在这段期间，那么拜登政府对中国企业的这样的制裁还是在层出不穷。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在于现在的美国政府非常难以满足，那他们的行事的做法非常没有底线。那么比如说是以新疆的这个人权问题，说中国是实施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是以这样一种性质非常恶劣的捏造事实，把它给夹杂入经贸的这个议题当中。另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拜登政府考虑发出一项暂扣令，允许美国海关扣押自中国新疆进口的单晶硅和多晶硅。2017年，美国海关曾暂扣一批华为在中国生产、运往美国加州实验室进行测试的以太网交换机、服务器等产品，2年后才归还。周4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发言人要求美国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所谓新疆强迫劳动问题，完全违背事实。美方再次动用国家力量，以所谓人权名义行保护主义、霸凌主义之实，是对国际经贸秩序的严重破坏，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针对美国商务部再次打着人权的旗号对中国企业寄出贸易黑名单的行为，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其本质仍然是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中方也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企业和机构的合法权益。同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中方对美方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制裁中国企业表示强烈谴责。赵立坚还提醒美方，真正搞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正是美国自己。美国政客还是多反省美国对印第安土著居民、塔尔萨非洲裔种族灭绝的历史，多想想如何解决国内层出不穷的种族矛盾和强迫劳动等人权问题。从棉花到光伏，从农业到工业，美方以人权为幌子，不择手段打压新疆产业发展，损害的是新疆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也充分暴露出美方的真实目的，不是关心事实和真相，也不是真正关心新疆人民，而是制造强迫失业、强迫贫困，祸乱新疆，遏制中国发展。单晶硅和多晶硅被称为光伏硅，是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重要原材料。德国调查机构伯恩鲁特研究公司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产光伏硅占全球80%的市场份额，其中新疆的4家公司就占了45%。自2011年以来，美国已经对中国的光伏硅产品进行了2轮双反调查，一次启动201条款和一次启动301条款。2018年，特朗普颁布行政令，对进口光伏产品征收30%的额外关税，但加税后的中国冶金极硅产品仍比美国生产的便宜，这意味着加征关税全部由美国消费者买单。事实上，在中国企业参与冶金极硅市场竞争之前，光伏硅价格十分昂贵，正是中国企业改进工艺，将价格降至原先的1/15，才让大规模太阳能发电变为现实。拜登政府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后，为完成碳达峰目标，提出了清洁能源计划，太阳能产业炙手可热。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加大游说，要求拜登提出的清洁能源计划排除新疆硅产品。观察指出，这实际上是美国企业无法通过市场竞争赢得订单后，打着所谓人权幌子对新疆企业采取的下三滥手段。美国外交政策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尼科斯·查福斯警告称，由于中国企业在光伏硅领域占据极大市场份额，因此美国很难不受影响。预计拜登提出的清洁能源计划将由于成本飙升而延迟。尽管拜登政府他们口口声声说在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上中美是合作关系，但是即便在这一议题上，那么美国也是将中国视为很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周三，俄罗斯战机在黑海以入侵领海为由，对英国海军驱逐舰投弹警告。这是冷战后俄罗斯首次承认对北约军舰发射实弹。但事发后，俄英两国却各执一词。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北约在俄罗斯周边军事活动愈发频繁之际，此次俄英黑海斗法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何种影响？刘和平、张健深入解读。当地时间周三，俄罗斯战机在黑海克里米亚水域以入侵领海为由，出动军机对英国海军驱逐舰投弹警告。这被认为是俄英两国近年来最接近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一幕，也是冷战后俄罗斯首次承认对北约军舰发实弹。但英国国防部坚称，该船正根据国际法无害通过乌克兰领海，并完全否认遭俄军开火警告，还说俄方只是在搞演习。这一动刀动枪的重大国际事件，竟然成了俄英各说各话的罗生门，事情真相究竟如何？来看看报道。根据俄国防部发布的消息，周三11时52分，在黑海水域发现了侵犯俄边境的英国海军驱逐舰。口头警告无效后，在12时06分向其发出警告射击。随后在12时19分，俄军一架苏24M 歼击轰炸机沿该英驱逐舰的航线前方进行了警告轰炸，发射了4枚航弹。4分钟后，英驱逐舰驶离黑海水域的俄边境。按照美联社的说法，这是冷战后第一次俄罗斯承认向北约军舰发射实弹，强硬驱逐英国军舰。俄国防部称，这艘英国驱逐舰为卫士号，事发时正在黑海西北部水域航行，期间越过了克里米亚非奥伦特角附近的边境线，并在内行驶了3公里。俄国防部称，俄黑海舰队与俄联邦边境安全局联合行动，阻止了英国驱逐舰对俄罗斯国家边境的侵犯。事后，英国大使馆武官被传召到俄国防部，被要求立刻对舰艇人员的行为进行彻底调查。这是不到1年时间内，英国驱逐舰再次在克里米亚附近被俄驱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月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第一副局长兼俄罗斯边防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库利绍夫透露，去年10月13号，俄边防局、俄海军与俄空天军采取联合行动，将英国皇家海军的龙号驱逐舰逐离克里米亚地区，将其驱赶到中立水域。俄罗斯是想送出一个信号，就是说这个北约啊、西方啊、美国啊这些盟国对它的紧逼，俄罗斯呢不会这个吞下这个苦果，它在必要的时候会反击，做一些比较强烈的反应，更是给这些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送出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号，就是说你们这个虽然可以依靠美国，但是呢俄罗斯就是说不会对这种行为这个放任不管。对于俄罗斯方面的说法，英国方面一一否认。英国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周三连发2推回应此事，表示卫士号没有遭到鸣枪示警。我们认为俄罗斯当时在黑海进行射击演习，该射击并非指向卫士号驱逐舰，我们也不承认有任何炸弹在卫士号航行路线上被投下。此外，针对俄指责的入侵领海，英方也不承认。推文称，这艘皇家海军舰艇是根据国际法在乌克兰领海进行无害通行。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还称，俄罗斯方面发布的信息不属实。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come and go with Russia. Disinformation, misinformation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seen regularly. We're not surprised. 但随舰采访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拍摄到的相关画面却出卖了英国政府。And as you can see just over there, we're already being shadowed by a Russian warship. The Russian Coast Guard make a dangerous move. This Russian Coast Guard vessel has come up right close to this British warship and is trying now to force it to change course. If you cross the borderline, I'll be fire. If you don't change the course, I'll be fire. Do you read me? Over. The crew don protective clothing in case that threat's followed through. BBC 记者透露，当时确实有20多架飞机在英舰上空盘旋，还有2艘俄舰尾随。俄方发出了"如果你们不改变航向，我就会开火"，也听到了远处有开火。Aircraft visual, green 150, tracking right, altitude low.
面对英方拒不承认，俄罗斯国防部亮出证据，公布了总时长49秒的3段现场画面。第一段是2架战机在海面上低空飞行的高空视角红外摄像机画面，第二段是从一架俄军苏30 SM 战机的座舱视角拍摄，当时该机正从英国驱逐舰左侧上空飞过，画面中能够清晰看到海面上的英国军舰。第3段能够看到英国驱逐舰后方跟随着一艘舰船，随后2架战机进入画面，从左后方逐步逼近英国驱逐舰，然后斜穿到英国军舰航向的前方。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还质问英国国防部、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此事上的表态互相矛盾，并质问谁在撒谎。此外，扎哈罗娃还表示，英方下次想无害通过俄罗斯水域时，应该先敲门。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近期在莫斯科安全会议上表示，北约在俄罗斯边界附近的海军活动明显增加，装备有高精度远程导弹武器的船只几乎长期在黑海和波罗的海活动。他称这些行动明显具有挑衅性。英国呢，他否认俄罗斯方向的这些说法呢，我想他有几方面的考虑啊。第一呢，这会让英国这个觉得理屈，这是俄罗斯方向，俄罗斯不能容忍的。然后在国际法上来说呢，英国呢也不一定站得住脚啊。第二呢，就是说，如果在俄罗斯这种强硬的措施之下，英国不做出反应啊，被认为呢，英国呢，这个比较软弱，英国它有些顾虑，它可能不愿意承认，就是说受到了俄罗斯的这种强烈的警告。此次引起争端的卫士号驱逐舰属于英国海军最先进的4-5型防空驱逐舰。英国国防部此前就通报，目前它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的护航舰艇，正在黑海执行任务。根据俄国防部国家防御管理中心最近发出的消息，卫士号驱逐舰与荷兰海军埃弗森号护卫舰于本月14号进入黑海海域，并与另一艘美国驱逐舰会合。俄黑海舰队一直对他们的行踪进行密切监视。俄罗斯圣彼得堡潜艇艇员俱乐部主席、海军上校伊戈尔·库德林分析称，英国驱逐舰闯入黑海领域绝非偶然，英国和北约是要窥探俄罗斯国防系统。库德林还说，此次事件也带有侵略性和挑衅性，是蓄谋已久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事件的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9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致辞时提到，俄罗斯对北约在俄边境附近集结军事力量和修建基础设施，以及北约拒绝俄提出的缓解紧张局势的建设性提议感到担忧。普京表示，希望双方发展建设性关系的想法最终能占据上风。俄罗斯从不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俄准备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平等参与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扩大与所有国家的建设性合作。我对北约和俄罗斯未来的关系走向不太乐观啊，因为北约作为一个组织，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这个找敌人啊，这个最方便的敌人就是俄罗斯，还有美国，还要利用北约来控制欧洲，来制造这个欧洲和俄罗斯，特别是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的一些分歧矛盾啊，所以我想这种态势呢，未来不会改变。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据俄罗斯国防部称，英国海军一艘驱逐舰擅自闯入俄黑海领域，遭到俄罗斯军队开火，甚至是投掷炸弹驱离。您对此如何解读？大家知道，这些年以来，外界给俄罗斯人起了一个外号，叫“战斗民族”。我认为昨天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再次见识了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的生死悍战、不服就干的战斗性格与战斗作风。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般国家来说，不仅不敢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而且即使这样做，也会顾及西方国家所谓的舆论与道义压力，最后选择息事宁人，低调处理。然而，战斗民族俄罗斯不仅在军事上占了便宜，而且在道义与外交层面也是摆出了一副得理不饶人，甚至是咄咄逼人的态势。在英国方面，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否认自己遭到俄罗斯的粗暴对待之后，俄罗斯国防部又主动公布了3段现场画面，主动向外界承认老子就是这样干了。不仅如此，事后俄罗斯还把英国驱逐舰在黑海的行动定义为无理的挑衅，并紧急召见英国驻俄罗斯大使，表达了强烈的抗议。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面对英国军舰的闯入领海行为，无论是在行动上还是在口头上，俄罗斯都不肯吃一丁点的亏。
那在您看来，俄罗斯用开火与投掷炸弹的激烈手段来驱离英国军舰，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战略与战术目的呢？很显然，英国驱逐舰这次涨入克里米亚附近3海里的海域，其实就是要向俄罗斯发出支持乌克兰以及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这样的政治信号。而俄罗斯采取几乎相当于开战的激烈行动来驱离英国军舰，这是要借力打力，向英国方面发出克里米亚就是俄罗斯的领土这样的强硬信号。俄罗斯甚至想通过这种激烈的动作，给英国军舰立下不得挑衅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的规矩。假如英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军舰以后真的不敢再来了，那就等于是西方国家已经承认了这个事实。而在我看来，俄罗斯之所以敢于在克里米亚问题上采取如此强硬的行动，这背后的底气就在于，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的时候，并没有来武的，也就是采用军事手段一味的蛮干，而是来文的，用西方人认可的游戏规则玩了西方人一把，也就是在克里米亚的民众中做了一次公投，在90%以上的克里米亚人都同意回到俄罗斯之后，才顺理成章的把它给拿下的，西方国家也因此才无话可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这次直接用开火与飞机投弹的方式驱逐英国军舰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在黑海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期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为了向俄罗斯展示北约以集体行动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因此，俄罗斯的这一行为表面上羞辱的是英国，但同时也打了北约，尤其是北约老大美国人的脸。同时，俄罗斯还想以这个举动，一方面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也就是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我俄罗斯敢于动真格的；另外一方面，也测试一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看看你们军事支持乌克兰究竟是在玩真的还是在玩假的。我们看到呢，在俄罗斯用开火与投掷炸弹的激烈手段来驱离英国军舰之后，英国国防部反而出来打圆场，说俄罗斯军方本来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实弹演习，这些投下的炸弹并不是针对英国军舰来的。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呢？我认为英国国防部的这个回应虽然看上去似乎是非常的软弱，但是它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英国方面不仅要通过这种自圆其说的方式来保住最后的面子与国家尊严，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他必须要控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避免英俄两国真的因此而爆发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然而事发之后，不仅是英国方面选择了舵面自干，就连北约，尤其是英国最为亲密的盟友美国老大，截止目前为止也选择了当鸵鸟。在附近进行大型军事演习的北约更没有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这背后的原因究竟何在？我认为一是因为整个北约压根就只是想吓唬下俄罗斯，压根就没有做好对俄罗斯动手的任何准备；二是因为无论是英国方面、美国方面还是北约军队，都被俄罗斯的行动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俄罗斯压根就不按过往的套路出牌，一上来就丢了个王炸，给你来一个不要命的玩法。而在我看来，就算是回过神来了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也不会对俄罗斯采取激烈的反击动作。因为对于拜登政府来说，现在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假如这口气咽不下去，将会打乱起联合俄罗斯共同对抗中国的大战略。当然了，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相信北约内部将会再就究竟是中国还是俄罗斯才是北约真正的敌人这一个问题而产生激烈的争吵。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据世卫组织消息，最早在印度发现的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已扩散至92个国家。有专家指，德尔塔预计将在未来4到5个月内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流行毒株。而在中国广东近期发生的3起疫情传播事件中，就有2起与德尔塔毒株有关。不过，就在世界多地调整政策应对德尔塔威胁时，印度周2又将在德尔塔基础上进一步突变形成的德尔塔加列为需要关切的变异病毒。外界关注新变异病毒会否引发印度第3波疫情。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目前正在美国迅速扩散。有专家称，德尔塔是新冠变异病毒中传播性最强的一个分支，目前在英国已取代了阿尔法变异毒株的地位。同样的局面也很可能降临在美国。The Delta variant is currently the greatest threat in the U.S. to our attempt to eliminate COVID-19.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称，5月底到6月初的2周内，全美约10%的新增确诊病例源自德尔塔变异毒株。美国新冠病毒测试设备生产公司 Helix 科技部门副总裁威廉姆·里预计，德尔塔席卷全美恐怕只是几周内的事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德尔塔传播能力比阿尔法高60%左右，大大提升了群体免疫门槛。不过，令人担忧的是，印度最近还出现了德尔塔变异株进一步突变形成的德尔塔加，除了具有高传染性外，传播速度也更快。截至周3，印度全国已报告40例德尔塔加变异株感染病例。而在中国广东省，从5月21号以来，打了3场不同的新冠肺炎疫情硬仗：广州521疫情、深圳521疫情以及深圳东莞614疫情。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广东工作组专家近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比对发现，3起疫情是相互独立的事件。最突出的特征是3次疫情分别有着不同的传染来源，从新冠病毒阿尔法变异株到德尔塔变异株，再到另一个不同序列的德尔塔变异株。从溯源进展来看，3次战役是不同境外输入事件引发的本土疫情。专家特别指出，德尔塔变异株是一个非常大的类型，它包含了不同的毒株序列。目前处于焦灼状态的深圳东莞614疫情中，对前4名感染者的样本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初步分析发现，其基因组序列与广州521疫情的基因组序列虽均属于新冠病毒德尔塔株，但来自不同国家，两者基因组序列存在明显差异，是2起不同的疫情事件。截至目前，前2场疫情的社会面风险已经得到控制，第3场仍处于短兵相接的斗法阶段。据广东省卫健委通报，周30至24时，全省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全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8例，深圳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周4 18时，深圳市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常巨平表示，疫情处置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521疫情已经连续17天零新增，平稳度过了14天的病毒潜伏期。此外，疫情局限于盐田港区及邻近的区域，没有其他区域发现新的感染者，可以判断此次疫情已经在一个潜伏期，也就是14天左右得到有效控制。此外，随着深圳市盐田区连续23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发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从周4 0时起，深圳盐田港区整体作业全面恢复。恢复全面运作首日，进港作业人员已增加到4462名，中西港区20个泊位已全部恢复作业。目前，盐田港区吞吐量达3.3万标箱，进出口重箱降至14.6万标箱，重柜堆存密度降至56%，码头作业人员也全部到港。在周4举行的商务部记者会上，深圳卫视驻京记者就盐田港货运停滞对国际贸易造成何种影响提问。发言人高峰表示，总体看，此次拥堵对我国整体外贸的影响是有限和可控的。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部门和地方协作，持续做好稳外贸、畅通国际物流工作。